大家好，欢迎来到矢量财经。我们主要做的是区块链项目的科普介绍，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帮助大家了解项目，提升认知。从关注我们开始，最近圈内也没有什么特别热门的项目，所以可能这段时间我们介绍老项目比较多一些。熊市是学习沉淀的最佳时机，只有更多的了解一些基础的玩法，到了牛市才有机会赚到钱。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项目是 DeFi 领域有现象级的产品 SushiSwap。我们在之前介绍 Uniswap 的时候也提到过 SushiSwap， 它的故事简直不要太精彩。项目代码复制粘贴，凭借 Sushi 代币的激励，吸走了 Uniswap 超过50%的流动性，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SushiSwap 发展的整个过程，让大家对这个项目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2020年被称作 DeFi 之夏，那这个时候出现了一大批 DeFi 应用，其中最火的要数 Uniswap， 因为相比于传统中心化交易所更方便快捷的上币以及交易费用，吸引了很多项目方和投资者，锁仓资产 1.3亿美金，这对于一个刚起步的概念来说是非常惊人的。但是这个时候有人在 Twitter 上面提出质疑，如果有人完全复制 Uniswap 的代码，同时加上一个代币，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结果过了3天，就有一个叫 Lomi 的人在 Uniswap 上面建立了 Sushi 的资金池，只要用户在这些资金池提供流动性，不但可以收到手续费的奖励，同时还能获得 Sushi 代币的奖励。因为利益的趋势，有很大一部分流动性提供者被吸引了过去。据统计，在推出3天后， Sushi 吸走了 Uniswap 53%的流动性，5天后这个比例上升到了68%。正在所有人被这一波操作所震惊的时候， Sushi 的创始人跑了，你没听错，那个叫做 Nomi 的人提取了发展基金一半的 Sushi， 大约价值1400万美元。一般情况下，创始团队出事情可能直接导致项目凉。但是这个时候又出来了另外一个大佬，他的名字叫做 SBF。 我们都知道他是 FTX 的创始人，他拿到了项目的私钥，同时以他本人的信誉和权威保证保护这个项目并推进其发展。9月9日 Sushi 的流动性池快速的从 Uniswap 迁移了出来，成立了独立的去中心化交易所。第二天 SBF 将私钥交给了团队新的管理者。就这样，经过了非常大的波动， SushiSwap 终于平稳落地了。现在反过去重新再看的话，我们会发现 SushiSwap 对 Uniswap 的攻击是非常经典的。当然这也是加密世界比较神奇的一个地方，巨头随时都有可能被一个新来者颠覆。虽然开始的时候 SushiSwap 是靠着模仿 Uniswap 起来的，但是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它也逐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Uniswap 专注做去中心化交易所和流动池，目前依然是这个领域的龙头项目。 SushiSwap 除了做去中心化交易所之外，它还有比较广泛的 DeFi 领域的功能，比如借贷、保证金交易、新项目的发行，甚至目前已经推出了去中心化的 NFT 交易平台。最后再来说一下 Sushi 代币的经济模型。 Sushi 总量 2.5亿枚，全部代币都是通过流动性挖矿产出的，每个区块会有100个 Sushi 的奖励，这些代币都会分配给流动性提供者和代币持有者。 Sushi 也是治理代币，可以用来投票。总结来说， SushiSwap 在开始阶段找到了 Uniswap 的缺陷，通过给流动性提供者发放代币奖励，同时赋予代币持有者社区治理权的方式，抢占了 Uniswap 1半以上的流动性，在很短的时间内拓展了自己的商业版图。同时这个骚操作最后还倒逼 Uniswap 发放自己的 token。 最后随着用户量的增长， SushiSwap 也探索出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到目前为止，在 DeFi Llama 上可以看到 SushiSwap 的 TVL 排名第12位，也是非常不错的。好了，那本期关于 SushiSwap 的项目介绍就讲到这里，有其他想要了解的区块链项目，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对你有用，别忘记点赞关注，一键3连哦。